他是薄情渣男，结发妻子被他的情债连累，惨遭毁容。重金修复无果后几度自杀，他却转身另寻新欢，与妻子离婚，言称已没有感情。他一度被封杀，巧遇贵人周星驰，助他解封，再次翻红。他却与周星驰反目成仇。他武术功底深厚，3次比赛2冠1样，多次街头混战从无败绩，早与仇人伏击，一人打退14个匪徒。他是最能打的陈真，在内地拍戏时高调宣布爱国，惨遭走狗封杀20多年，错过黄金发展期。他幼时性格顽劣，被铁链拴了10几年。他8岁辍学，为保护家人偷学武功，自学成才，创立了自己的流派。进入影视圈发展后，红遍大江南北。巅峰时期，风头一度压过李小龙，与成龙、狄龙、李小龙并称香港4小龙。从红极一时的香港4小龙到无戏可拍，晚年凄凉的梁小龙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香港著名打星梁小龙。梁小龙1948年4月28号出生于中国广东省中山市，籍贯山东烟台，中国香港男演员、武术家、武术指导。梁小龙成长于香港一个贫寒的家庭，父亲是香港一个小戏班的班主，常年漂泊在外。梁小龙便和奶奶相依为命，生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油麻地板间房。从记事起，梁小龙的性格就特别顽皮。奶奶生怕他在外面惹是生非，怕出事儿，就用铁链把梁小龙拴在床尾，这一拴就拴到了13岁。但是铁链能拴住人，却拴不住好奇的心，相反让梁小龙更加好奇外面的种种。于是梁小龙经常偷偷掰断铁链跑出去，为此挨了不少打，奶奶也经常被人欺负。梁小龙上学的路旁有家武馆，他经过时经常在想，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奶奶总是被欺负，为什么不可以欺负别人。于是为了不让自己和奶奶不再被人欺负，他开始寻求自保的方法，去武馆偷偷看人家练武。梁小龙在武术上确实有点天赋，看个几遍就把招式记下来，没事就琢磨着招式，对着家里的米缸练铁砂掌。后来被奶奶发现了，被打了几次也不悔改，奶奶也只能听之任之了。梁小龙是家里的老大，家里有11个兄弟姐妹，下面9个弟弟1个妹妹，生活非常穷困。所以梁小龙8岁就开始辍学，外出打工，接触社会，供弟弟妹妹们读书生活。15岁时，梁小龙投奔在邵氏影业做武术指导的叔叔梁晓松，开始系统的接受武术指导，先后和叔叔和其他的武师学习，习得了北派腿法、咏春拳法，甚至还拜师日本空手道大师，集一身武术精华于一身，融会贯通，开辟了自己的流派，后来命名为红派武术。所以梁小龙的个人实战能力是非常强的。早期，梁小龙参加过3次由外国人举办的搏击比赛，因为奖励丰厚，所以参加的高手云集。梁小龙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也获得了2次冠军，1次亚军，取得这样的成绩，足以见他的实战能力。4小龙中，只有他和李小龙的官方介绍上是武术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梁小龙曾经在楼梯间被仇人伏击，当时手无寸铁的他，独自面对10几号手持利刃的匪徒，却毫不害怕，反而以一敌10，将对方全部 KO， 自己只是受到了轻伤。提起这段经历时，梁小龙还有些唏嘘，毕竟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那样。所以说，梁小龙的骨子里是带着一股狠劲儿的。实战和武术套路有着天壤之别，梁小龙一身的武术功底和实战经验，对他以后的演艺道路有着巨大的帮助，甚至也是凭着这一身的本领，才有机会进入了演艺圈。梁小龙在和叔叔习武的同时，也被叔叔推荐给剧组做武术替身。那时他的生活基本就是3点一线：住所休息，片场工作，河边练武，非常的规律。某次练武回家的途中，遇到一对小情侣被英国兵欺负，嫉恶如仇的他忍不住出手，将对方打了一顿。要知道，当时的香港没有人敢和英国人叫板。梁小龙打完之后就害怕了，甚至都做好被警察带走的准备了。没想到对方直接给他跪下，原来被打怕了。这场面正好被他导演吴思远看见了，感觉梁小龙这样武功好、人品也好的人很难得，于是就追着梁小龙让他做武打演员。就这样，梁小龙踏入了演艺圈。从1972年正式进入演艺圈，再到1980年，梁小龙接连参演了几十部电影，但都是配角，反响平平，没有打出多少名气，在圈内也不是很知名。直到1981年才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。1981年，33岁的梁小龙获得了出演电视剧《大侠霍元甲》中陈真一角的机会。播出后声名大噪，红极一时，风头甚至盖过了主角霍元甲。1982年，他又出演了为他量身打造的电视剧《陈真》，再次爆火。侠义肝胆、爱国赤子之心的陈真形象深入人心。即使现在提起陈真，有不少人还是会想起梁小龙塑造的形象。当时的梁小龙被公认为香港腿功最好，被称为最能打的陈真。当时以陈真为主角的影片数不胜数，最深入人心的版本就是李小龙的电影和梁小龙的电视剧了。梁小龙版的陈真硬桥硬马，
尤其是剧中的亮眼的腿功，迅捷刚猛，赏心悦目。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梁小龙声名远扬，和李小龙、成龙、狄龙一同被封为香港四小龙，声名赫赫。甚至他的人气最巅峰时，连李小龙都不及他。梁小龙的演艺生涯充满了戏剧性，虽然梁小龙大火，但却没有多少人敢找他拍电影。因为一句话，他的演艺生涯被中断，被封杀了20多年。1977年，他再次尝试进军影坛，受邀到内地进行访问交流。回到香港后，他高调宣称爱国，被湾湾娱乐圈封杀，这一封就是20多年。1977年至90年代末，正是香港影坛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，也是梁小龙事业发展的最佳时期。封杀对梁小龙的演艺生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湾湾是当时香港电影最重要的票房市场，两方当时签订过协议，湾湾每年从香港购入一定数量的影片。作为最大的票仓，被湾湾封杀的梁小龙自然没人敢用。当然，电视剧是可以拍的，《大侠霍元甲》陈真也是被封杀之后拍摄的。当时风靡祖国大陆，奠定了梁小龙功夫巨星的地位。这里顺便说一下，1991年王晶拍摄的《赌侠2》专门拍摄了2个版本，男主都是周星驰，内地版的女主角是巩俐，湾湾版的是方季韦。由此可见当时湾湾影坛的影响力。梁小龙虽然人气如日中天，但总归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湾湾娱乐圈方面持续施压，渐渐的，香港没人再敢找他拍戏，人气逐渐消退后，就更不用说了。梁小龙刚刚得知自己被封杀后，也没在意。可谁知3年过去了，还是没人找他拍戏，经济上有些捉襟见肘。于是梁小龙坐不住了。当时湾湾在香港有个办事处，负责两地事宜。梁小龙找到负责人询问怎样才能解封，当时的负责人让他写悔过书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这让梁小龙觉得气不打一处来，简直莫名其妙。我爱自己的祖国到底有什么错？坚决不写，就算是不做这行也不低头。在梁小龙强硬的态度下，被湾湾继续封杀，这一封杀就是20多年。虽然说是1991年就解禁了，但是当时的影坛早就没有他的位置了。所以直到2003年，梁小龙才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，成功的塑造了又一个经典形象——火云邪神。当时那句"我只想打死在座的各位，或者被在座的各位打死"，更是让小编记忆犹深。周星驰自导自演的电影《功夫》，让人再次看到了梁小龙在动作影片中的魅力。虽然头发稀疏，容颜变老，但一身气场依旧，一招一式尽显武术功底。尤其片中的蛤蟆功令人印象深刻，还有戏中火云邪神的狡诈的性格，也是让人看到梁小龙这些年演技的进步。其实一开始梁小龙并不愿意出演火云邪神，因为角色反差太大了。从以前深入人心的正道大侠，到邪恶狡诈的反派，极尽颠覆形象。周星驰几度邀请他都没能成功。当然，后来梁小龙之所以决定出演，是因为自己是个演员，不能永远只演以前的形象。插句题外话，据说这是星爷的嘴炮输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时梁小龙已经50多岁了，虽然年龄大了，但武术人的傲气还在。拍戏时有人看他年迈，就一直问他会不会打，能不能打。他被对方的这种挑衅行为激到了，不顾周星驰的面子，当场拿对方练了手，揍得对方哇哇直叫。可惜功夫是梁小龙和周星驰第一次合作，也是最后一次合作。出演功夫后，梁小龙签约了周星驰的公司，原本两人还有联手再次合作的可能性，可谁也没想到两人竟然因为佣金问题产生矛盾。梁小龙怒骂周星驰太过分，为人虚伪，修养不够，公司抽佣抽得很厉害，不符合条约，想刻下合约却被回复合约不见了。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。后来周星驰方回应称，表示合同有明确抽成，对于合同不见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。两方的说法一度让网友分辨不清谁在说谎，可能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吧。总之，两人就这样反目成仇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火云邪神的出演还是让梁小龙再次翻红。之后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拿出，比如和李连杰、文章主演的《不二神探》，和李连杰在影片中进行了生死对决。2014年自己主演的《剑河》，被称为内地版《赛德克·巴莱》等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期间，梁小龙也获得过不少的奖项。2007年获得中国功夫全球盛典最佳动作男演员，2010年获得加拿大国际电影节传奇功夫巨星奖。好了，我们再聊一聊梁小龙的感情生活。小时候的梁小龙因为生存环境过于复杂，对于感情方面倒不是很敏感。哪怕后来当了演员，梁小龙也是和女演员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对于尺度较大的戏码，从来都是拒绝。去意大利拍戏的时候，和女演员有场吻戏，梁小龙到处找关系，托请导演不要让他安排吻戏。这样一个如此纯情的男人，按照偶像剧的戏码，应该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但偶像剧就是偶像剧，现实中梁小龙的婚姻感情却并不是从一而终。1975年，梁小龙和中英混血歌星黎爱莲因戏生情，走入婚姻殿堂，婚后育有1女。本以为两人之后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下去，
可没想到好景不长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击垮了这个家庭。1979年，香港发生了一件震惊娱乐圈的大事件，那就是歌星林爱莲出门后被泼硫酸攻击，导致严重毁容，不得已退出娱乐圈。治疗无果后，她几次自杀未遂。梁小龙为了给她治病，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，最终还是抵挡不了现实的诸多问题，结婚不过5年就以离婚收场。有传闻说，李爱莲之所以会被害，是与梁小龙结下的仇家有关，也有说是梁小龙的情债。因为他认识李爱莲之前还有过一段感情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却不知道为什么结束。但该传闻被两人否认，真实原因不得而知。1994年，46岁的梁小龙经师姐介绍认识了26岁的东北女孩宋香，也就是他的第2任妻子。4年，两人步入婚姻殿堂，婚后育有1儿1女，一度被人痛骂渣男、负心人。梁小龙也回应称已经没有感情了。如今已经75岁高龄的梁小龙定居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，不再去拍武戏打戏，也不再参与娱乐圈的纷纷扰扰，快乐地过着自己的晚年生活。不管是英雄还是负心汉，梁小龙的故事充满戏剧性，甚至比电影还精彩。如今的他虽然精神抖擞，却藏不住苍老的痕迹。人无完人，在娱乐圈尤其如此。愿大家少些是是非非，让老人家安享晚年。